再来一个拼装，小号手新出的这一款大黄蜂，仔细看胸口的这一块，它是赛星的形态，也就是这个飞过山的冲突，因为飞过山是先出的，感觉比声波的那个少了一半还多呀。依旧小号手的标志性按压水口和上面已经做好了预涂装，涂装涂得很细致啊。那不废话，我们直接开始来做吧。赛星形态的这个大黄蜂比之前那个地球形态还少一道工序。地球形态因为有2个车灯嘛，顺着这个凹槽往里插，嘎噔一下锁进去，锁进去就拔不出来了。这里也是防呆孔，有一个方向是平的。这回这里做成了软胶件，很好拼。这是我唯一接受的电影大黄蜂造型，剩下的那个给我的感觉就跟骷髅似的。迈克尔贝的大黄蜂总是接受不了吧？好了，卡进去啊，卡住也是咯噔一下就锁住了，很难拔开，锁得很好。非常轻松，因为它用了软胶件嘛，所以扣得非常轻松啊，韧性也好，就不会容易断了。第一次做那个地球形态大黄蜂的时候，这个脚踝这里是一个硬的件啊 ，ABS 的件，所以呢卡的时候还特紧，很容易断。这嘛，从飞过山开始，它这个地方就改软胶件了，改成 PC 件了。看这个鞋底子的零件是软的。所以这个球碗就很好套进去了，很轻松，脚踝很轻松的上去了，而且因为是 PC 键嘛，阻尼感比之前那个要好很多了。搞定，拼完以后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了。第一台2对替换手型，一个臂炮，2款替换的头雕，当然这个是可以选择性替换的了。差不多用了10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这款大黄蜂拼好了，因为已经拼过很多次了嘛。之前有拼过那个地球形态的大黄蜂，还有飞过山，差不多这个分的模具的零件都是几乎一样的。这一回也是像飞过山一样。在之前我们说比较不好装的几个零件，肩胛和大臂这里的契合，脚踝套脚腕的这个 L 字球冠，这回把这些地方都换成了软的 PC 键，那套起来就方便很多了。而且嘛，像这个关节这些地方啊，它用了这个 PC 键以后和硬的塑料放在一起，它的阻尼感也会很好，这个脚踝的稳定性也很好。那这样的一个阻尼感的效果就很好了，而且你安装的时候不会像最早的地球形态大黄蜂这里特别不好安，还容易断轴。这回改完了以后的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的。其实跟之前我们玩的那款飞过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甚至有一些零件它们都是通用的，只是在头雕方面进行了一些改模吧。而且在这么一丁点的这个尺寸上，奶嘴风的这个头雕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精致的，也很漂亮。这是我目前最喜欢的电影大黄蜂造型。迈克尔贝那个确实是接受不了。领口这里边也有一些层次的刻画，包括腹部这里、大腿、零件的涂装细节。小臂炮其实也能感觉到是大黄蜂这个手啊握在这个炮口上。小腿这里里外都做了内嵌式的层次零件，脚底
鞋底的刻画也很好，膝盖转动的时候里边有半个转盘，也不会出现脱肉的现象。背后轮子加了盖板，脊椎的刻画也很漂亮，手翅膀，甚至后脑勺的这个花纹真的很不错，很精致。地球形态啊，当时组装的时候就说这个地方真的太难套了。另外就是这个脚踝，确实这个地方硬件特别不好扣啊。到了飞过山的时代，这些地方就已经完全的改进掉了。而现在的赛星大黄蜂其实就是一个飞过山的重涂改模，换了一下头雕，换成了跟这个差不多的头雕。这两个脑袋做的都挺好看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么小的一个尺寸上面能做出来还是非常精彩的啊！我相信，我个人猜测啊，它将来应该还会出吉普车形态的大黄蜂，我是这么猜的。因为这个模具基本上也做出来嘛，其实后续嘛，也就是换个胸甲啦，增加一些腿部其他的装甲造型零件的事儿，基本上大体的结构也是不需要更换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先把话撂这儿，如果我说对了，大家记得过来点个赞就行。小号手应该会出吉普车大黄蜂的，毕竟版权也都拿到了嘛，这个可想而知的事情。那么得了，这一次小号手的赛星形态大黄蜂就是这样了，拼完了很漂亮，整体的拼装过程又简单又流畅，而且很舒适，拼完的效果非常的不错，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款吧。那么得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